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跨界新惊喜，新华社配音引热议，全能艺人再展才华。谭松韵近日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惊喜，在忙碌的拍摄日程中，她居然还抽空为新华社配音。这一跨界之举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讨。谭松韵的日程表似乎永远都排得满满当当，没有一天的休息，她始终在加班加点的拍戏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之中，她居然还能抽出时间为新华社配音，这份才华和敬业精神确实让人佩服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谭松韵的配音不仅声音甜美，还充满了感情，让人仰如置身于新闻现场。不少网友甚至恍似道，新华社干脆把谭松韵聘请当专业播音员算了，这份全能艺人的称号，他当之无愧。谭松韵的每一次跨界并设，都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断进取、勇于挑战的精神。他不仅在影视圈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还在配音领域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。她是我们的骄傲，也是无数粉丝心中的女神。谭松韵的每一次亮相都让我们充满了期待，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她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？让我们一起抱以期待吧。同时，也祝愿她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成为更加耀眼的明星。谭松韵在影视圈的成就已经使人眼前一亮，但她尽管已经称为全能艺人，仍然不断挑战自己的自我。日前，她为新华社配音的活动，不仅是对专业播音的一次挑战，更是对自己的一次破解和越过。如今，她的配音作品已经被应用在新华社的活动中，将谭松韵这个名字更加棒制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。尽管忙碌的拍摄日程，谭松韵仍然能从带给人们繁多的日子里抽出时间，提供精彩的配音表现。这样的敬业和抗压能力，确实值得我们流连赞。她的配音声音温暖而沁入人心，使人进入了一种温馨的新闻氛围，让人们似乎能踏踏实地地感受到新闻中的全部情绪。谭松韵不犯霉于已有的成就，而是始终追求更高的进边，带着新方面的才华进入更多的领域。对于新华社配音这一任务，谭松韵也展示了她在听觉和表达上的突出能力，使得新华社的活动更加甜美且充满人情味。每届娱乐圈的事件依旧会引发网络上不少人的热讨，谭松韵为新华社配音这事也不例外。网友们突突批囊起了谭松韵的盛价，她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演员，还是一位才华健荡的配音艺人。过不了多久，谭松韵充满情感和功力的配音就带给了大家新的惊喜和感动。谭松韵这一次为新华社配音，已经带来了一些网友的热讨，大家不原要求新华社将谭松韵聘为专业播音员。这能力证明，她不仅可以在影视中表现出艺术才华，还能在配音领域更加充满情感地表达情绪，实现了跨界艺人的其他功能。谭松韵的才华和敬业之心，让人们感到充满敬意和敬慎。她不仅是一名充满英气和美丽的演员，更是一位在配音领域中也能表现出极为出色的全能艺人。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的举演，还是在新华社配音中的表现，谭松韵繁多的艺术盛场和棒制的精神，始终在吸引着更多的粉丝和观众。谭松韵的每一次跨界尝试，都让我们看到了她不断进取、勇于挑战的精神。她不仅在影视圈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还在配音领域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。她是我们的骄傲，也是无数粉丝心中的女神。谭松韵的每一次亮相都让我们充满了期待，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她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同时，
也祝愿她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成为更加耀眼的明星。2. 谭松韵怎么保养的？年龄越大扮演角色越小，34岁照样演绎17岁少女。演艺圈里哪个明星没有容貌焦虑呢？大多数女明星都觉得越年轻越瘦才美。谭松韵呢，就因为自己长着一张娃娃脸挺苦恼的。她22岁演《甄嬛传》里的纯贵人时，这个角色就特别招人喜欢。到了30岁的时候呢，又摇身一变，成了以家人之名中的高中学生李尖尖。这可把观众惊到了，年纪越来越大，演的角色反倒越来越小，这是要返老还童吗？大多数女人要是能永葆青春，估计做梦都会笑出声来。可谭松韵呢，这事儿说不定是她心里最大的疙瘩。人与人之间啊，悲喜果然是不能互相感同身受的。谭松韵以前还抱怨过自己的娃娃脸呢，她去酒吧之类的地方时，居然会被当众拦住核实年龄。这事儿在她那儿算是有点丢面子的经历，可外人听着呀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凡尔赛那味儿的。在娱乐圈当中，要说能跟谭松韵那种又太美较量的，大概也就只有周迅了。可周迅当年都44岁了，在《如懿传》里演青樱，从15岁一直演到43岁呢，结果还是被观众挑刺儿了。周迅刚出道的时候，也是凭着一张娃娃脸，在娱乐圈里混得风生水起。不过岁月可不饶人啊，娃娃脸普遍都有个毛病，就是脸上肉嘟嘟的比较明显。青春期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有啥，可到底还是敌不过地球引力啊。人上了年纪，脸部肌肉就会往下耷拉，哪怕保养得特别好，脸颊和眼角也还是会有皱纹冒出来。要想对抗这些情况，那就只能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了。可医美这事儿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搞得太过火，让观众瞅着感觉视觉体验特差。可谭松韵都30多岁了，去演10几岁的高中生，观众却丝毫不觉得别扭。这确实也能算作是一种类似软实力的存在了。怪不得谭松韵拍完《以家人之名》以后，在她跟另外2位男主宋威龙、张新成一起参加节目时，在剧里演他哥哥的这2位演员，实际年龄比谭松韵小呢。可在剧里呢，他俩是兄妹关系，观众看的时候啊，就感觉谭松韵还是那种小鸟依人，被人好好保护着的样子。大概这就是谭松韵越活越年轻的优势所在吧。谭松韵15岁就开始演戏了，在演艺圈闯荡了差不多20年。她个人作品一部接一部的出，除此之外，几乎就没听过有啥关于她的绯闻。难道是长相太显小的缘故，被当成未成年，所以才被感情排斥在外？要是真这样，谭松韵恐怕得偷偷抹眼泪喽。谭松韵的个人成长经历表明，她在演艺圈称得上是自立自强的女艺人。谭松韵老早就和她的经纪人方小叶一块儿成立了谭松韵工作室，并且这么多年，除了拍戏和参加活动，剩下的时间差不多都跟经纪人待在一块。毕竟是自己单干了，演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和形象还是得注意的。这可不单是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着想，也是在为自己的公司考虑呢。谭松韵长着一张娃娃脸，但内心很强大。2019年初，那个被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谭松韵母亲车祸案，是因为车祸肇事司机有酒驾和吸食毒品的嫌疑。但是从2019年到2020年谭松韵母亲出事期间，她在活动现场的表现来看，观众们基本上没瞧出有啥悲伤的迹象。就连在自己的个人媒体账号上，谭松韵也从没借母亲的事发泄过情绪。谭松韵母亲的事倒被有些人拿来大肆炒作，想捞一波流量。可这些人都被谭松韵反制了，还被他的工作室追究责任。再看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，
谭松韵出演了《锦衣之下》《以家人之名》《民初奇人传》《亲爱的麻阳街》这些作品呢。她演了不少又受好评又卖座的影视剧，而且每场通告、每个宣传活动她都亲自参与。以前有一次活动结束的时候，有个工作人员随口说了句：“总算能回家找妈妈喽。”那时就只有经纪人在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谭松韵的情绪，在场的几乎没人察觉到谭松韵那一闪而过的难过。那时候谭松韵的妈妈还在医院抢救呢，肇事的司机也还没抓到。这情况就能想象出谭松韵当时承受着多大的心理压力，心里有多悲痛了。可就算顶着这样的心理压力，谭松韵也没耽搁作品的制作进程。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了，就这么一张娃娃脸，为啥好多人越看越爱呢？女性审美从古至今都是个不变的话题，时代在发展，可男性对女性的审美却变得越来越挑剔了。从白幼瘦慢慢发展出蚂蚁腰、铅笔腿、精灵耳之类的这种近乎病态的美，真的好看吗？不过呢，有不少女艺人是靠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坚守自我的，神仙姐姐刘亦菲就是其中一个。她可是以珠圆玉润出名的。神仙姐姐老是宣称自己是微胖界的先锋呢。刘亦菲打从出道起就不符合市场追捧的那种标准的白幼瘦形象，她最多也就占了白和幼这两项，瘦跟她基本就不沾边。她骨架本就偏小，却一直丰腴圆润。她都40多岁了，还能在《玫瑰的故事》里演20多岁的黄梅呢，这全靠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啊！而当她大大方方、自信满满的现身颁奖晚宴时，被同行打趣说膀大腰圆，刘亦菲也适时的回对了一下，挺嘴不饶人的。谁规定的啊？女人非得瘦才美吗？没错啊，鲜花哪有只有一种颜色的，也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呀，那为啥要给女人的美定一个千篇一律的标准呢？